朋友们，不得了了，千万别错过本期的 AI 大事件，我帮大家都整理好了 AI 领域最近发生的重要事情，先给我点点订阅，马上带你上车。OpenAI 又放大招了，正式发布了基于传说中的 Strawberry 草莓架构的新模型 O1， 大家期待已久，终于来了。它拥有博士级别的物理、化学和生物学的解题推理能力，在数学和编程等等方面表现还更加出色。GPT-4o 在国际奥数竞赛的资格考试只能正确回答13%的题，而 O1 能解决高达83%，这能甩GPT-4o 几条街了。这次一口气上了2个新模型，谁能想到他们这一次动作这么快？前几天还在放风，没多久呢就直接上线了，相信很多朋友们都已经在使用了。2个新模型分别是 O1 Preview 预览版和 O1 Mini 迷你版。O1 Mini 是它的精简版，速度更加快，成本更加低，适合需要推理但不需要太广泛的知识。如果是 ChatGPT Plus 和 Team 的用户，率先开放使用。2个版本你都能手动在模型选单中选取，不过刚上线嘛，官方还是设了一点点限制。O1 Preview 预览版每周只能发30条消息， O1 Mini 稍微多一点，每周50条。不过别担心，奥特曼说了，他们正在努力提高这个消息限制，还准备让 ChatGPT 自动帮你挑选最合适的模型，也就是说，未来你连选都不用选，直接上手就行。而 ChatGPT Enterprise 和 EDU 的用户过几天就能用上这2个新模型了，估计看到我这个影片的时候已经能用了吧。免费党也别急， OpenAI 还计划为所有 ChatGPT 免费用户提供 O1 Mini 的访问权限。这次的新系列模型 O1 它不一样的地方在于 AI 会先花更多的时间去思考，并不是以前用那种快速出答案的快餐 AI， 它能解决比以往科学、编程和数学模型更难的问题，在面对复杂问题的时候，能够花更多的功夫去推理，而不是立马给你一个看似还行的答案。未来你问一些超级复杂的数学题，或者需要深度逻辑推理的问题，它会表现得更加智能和精准，真的可以说是 AI 进化了。作为一个早期模型， O1 专注于推理能力，很多常规功能都还没有完善，像浏览网页、获取讯息、文件上传、图像上传这些功能以后会陆续添加进去，所以在短期内 GPT-4o 的功能会相对强大一些。像我们这种普通用户，99.99%的情况下都不需要博士级别的推理，但对于复杂的推理任务，这确实是一个重大进步，代表了 AI 能力的新水平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用户的反应。有的人开始躁动起来了，说模型在哪里限制了每周只能30条消息？他们认为这简直是荒谬至极了。慢慢来嘛，后续应该会有所改善，毕竟刚上线嘛，总得给人家一点适应的时间。但高端玩家好像还玩得挺乐的，甚至还有人用 O1 制作了一个复古科幻氛围的小游戏。话又说回来，草莓也不是一下子就能解决所有问题的全能神器，它还在进步，但从目前的表现来看，绝对值得期待。尤其是在复杂推理和科学领域，相信不会很久，你就会看到一大波推理和思维类模型上线，到时候那些才是真正的猛货。苹果发布了一系列重磅消息 ，iPhone、Apple Watch、苹果智能系统应有尽有。那些期望有更大突破的小伙伴们可能会有点小失望了。就算是 iPhone 16 Pro Max， 也就是15的小升级版，这次的升级只能说是增量改进。虽然硬件很强大，但是那些传说中的原生智能 AI 功能还不能开箱即用，它还没完全上线，可能要等后续更新了。苹果的 AI 功能大部分是运行在设备上的本地模型，这个设定还是蛮酷的，尽量本地处理，遇到本地搞不定的问题才会甩给云端去找答案。而且它不是直接扔到云端，而是会先问你一句，非常尊重用户的选择，能在本地处理的绝对不浪费资源，只有真的需要云端支援时才会把数据上传，也更加注重我们的隐私。这其实是苹果跟 OpenAI 合作的
一部分，算是小小的亮点吧。想象一下，有一天我们的 Siri 不仅是个智能助手，还会是个超级 AI 代理，每天24个小时帮我们处理各种事务，越来越像科幻电影里面的场景了。其实我觉得苹果和 Google 都已经在这个赛道上走在前面，毕竟他们都有自家硬件，用户交互上有天然的优势。说到硬件，这次 iPhone 16的摄像头也不得了，能做很多 AI 智能眼镜才能做到的事，比如视觉智能，帮你识别眼前的场景、餐厅，甚至能直接给你看点评。或许未来一切都集成到手机里，无缝体验。接下来带大家吃一口大瓜。根据彭博社的最新爆料，咱们 AI 界的大哥英伟达收到了美国司法部的传票，面临反垄断调查。英伟达可是 AI 领域的绝对巨头，全球市值排行前几名的公司之一，他们的晶片几乎垄断了 AI 训练和推理的整个市场，是 AI 界的粮草官。不过这次问题的关键出在一个叫 CUDA 的小库上。CUDA 简单来说，它是英伟达家的专有软体，专门给 GPU 提供动力。厉害到什么程度呢？厉害到让你买别家的晶片都觉得亏，因为你无法使用 CUDA。就是这个霸王条款让英伟达陷入这次麻烦，因为它实在是太厉害了，整个英伟达生态几乎绑死了所有用户，谁还敢不买英伟达的东西呢？但英伟达那边很干脆的否认了，说我没有，你别瞎说。而且这风声一出，英伟达的股价也受到了影响，一边是大媒体爆料，另一边是英伟达出来打太极，直接否认。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，这场反垄断调查肯定会在科技圈掀起不小的波澜，谁也没想到站在 AI 巅峰的英伟达现在会陷入困境，所以现在信息打架，我们只能拭目以待。接下来是关于 OpenAI 的一些大动作，之前已经有透露过。Sam Altman 正在策划一项超级大的计划，要在美国花费数百亿美元建设 AI 基础设施。对，你没有听错，就是数百亿美元。这项计划是要大规模打造 AI 所需的机械和系统。这个项目会首先在美国启动，并且将会有全球投资者联手支持。Altman 正在积极寻求美国政府的批准，目标是建立一个强大的全球投资者联盟，为 AI 的快速发展提供资金。我们现在都知道，晶片短缺和能源不足是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，要实现通用 AI， 光靠这些可不够。所以 OpenAI 的这个投资计划真的可以说是大手笔，堪称行业的一次大规模投资。而且这个项目的支持者可能会包括加拿大、日本、韩国、阿联酋等国家的投资者，甚至还有其他私人公司也可能参与其中。这是在为我们实现 AGI 铺路，后面的进展非常值得关注。聊到 AGI 就不得不讲讲这一条消息，最近听说 OpenAI 可能要涨价，据说订阅费可能飙升到每月2000美元。OpenAI 的高层已经开始讨论推出一些新的高价订阅方案，比如专注于推理的 Strawberry 草莓和名为 Orion 的新旗舰大语言模型。我们之前聊过这些模型的潜力，它们绝对是下一个科技界的重磅炸弹。如果你想了解，赶紧去看看我上一期的 AI 大事件，补一下课，这可是未来的方向。有相关人士透露，在 OpenAI 早期的内部谈判中，讨论了高达每月2000美元的订阅价格。如果他们真的搞出了 AGI， 能让你的大部分工作一键搞定，为了保持一致性、可靠性和超高质量的 AI 服务，那你愿意出多少钱呢？当然，眼下 AI 模型还没到那个神级别，但可能很快就要来了。再说到价格，很多科技公司前期都是亏钱的，等他们彻底起飞了，基本上就像印钞机一样开始赚钱了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假如草莓和 Orion AI 真的这么厉害，解决你工作上80%的问题，你愿意掏多少钱？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。Reply 在不久前宣布推出 Reply Agent， 也就是 Reply 代理，现在已经面向订阅者推出抢先体验版。Reply 之前已经是一个非常棒的在线代码编辑器，现在他们在里面加了 AI， 可以像 ChatGPT 一样跟它对话。不仅如此，你还能在云端构建任何东西，部署起来也特别轻松。来看看这个小例子，
它输入了一个简短的提示，然后 Replication 就轻松搞定了。没错，只需要几句话。创建一个应用程式，根据我的位置显示当地地标的地图，使用维基百科获取地标。AI 马上根据你的要求编写代码，然后你就有了一个功能齐全的地图应用程式。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？使用起来特别爽，彻底改变了在线编码，我都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了。以上就是我为大家整理的 AI 新动态，别忘了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，记得点赞、订阅，并且点开旁边的小铃铛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下一期的精彩。希望本期影片对你有帮助，我们很快再见，拜拜。